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有点特别，是关于一位湖南辣妹嫁到台湾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。我从事婚恋服务多年，见证了不少两岸婚姻的酸甜苦辣，这个故事或许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小颖是湖南长沙人，性格直爽开朗，是典型的湘妹子，麻辣敢言。她在一次旅游团中认识了台湾男生阿强，两人一见钟情，从相识到结婚只用了半年时间。小颖对台湾的印象很好，觉得那里干净整洁，人文素质高，而且阿强在台北有自己的事业，看起来条件不错。丽姐，我觉得他是真的对我好，而且台湾发展的这么好，过去肯定能过上好日子。小颖当时信心满满的告诉我，我当时就提醒她，两岸虽然同文同种，但生活习惯和文化差异还是很大的，要有心理准备。但年轻人热恋中哪听得进这些？小颖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。婚后，小颖随阿强去了台湾。刚到台湾时，她确实被台北的整洁和秩序所吸引，但当阿强带她回到位于新北市郊区的家时，小颖彻底懵了。阿强的家是一栋老旧的公寓，面积不大，装修简朴的有些简陋，这与他想象中的台湾富贵生活相去甚远。更让他震惊的是，阿强一家人的生活习惯非常节俭，连用水用电都要精打细算。你们家怎么这么穷啊？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台湾啊！小颖忍不住脱口而出，这句话让阿强很受伤，也让他的家人感到不满。其实阿强并不穷，他有稳定的工作，收入在当地属于中等偏上，但台湾人普遍有节俭的传统，不像大陆一线城市那样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。对许多台湾人来说，勤俭持家是美德，而非贫穷的表现。小颖来自湖南省会长沙，那里近年经济发展迅速，高楼大厦林立，消费水平也不低。她习惯了大陆城市里的繁华热闹和有钱就要花的消费观念，两人的冲突很快就开始了。小颖觉得阿强太抠门，连买件衣服都要精打细算，而阿强则认为小颖太铺张浪费，不懂得珍惜。你知道吗？他居然嫌我买的洗面奶太贵了，才200多新台币啊，折合人民币才50多，这在长沙连小学生零花钱都不够好吗？小颖气呼呼地对我抱怨，而阿强则说他不了解台湾，我们这边工资水平和物价结构跟大陆不一样。我不是小气，而是理性消费。除了消费观念的冲突，小颖还面临着文化适应的问题。台湾社会看似与大陆相似，实则融合了传统中华文化和日本、欧美等多元文化影响，形成了独特的气质。台湾人的生活节奏较慢，注重细节和品质，而不是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。小颖习惯了大陆快节奏的生活和直接的表达方式，在台湾却常常被认为太过急躁和直率。阿强的家人虽然表面客气，但实际上对这个大陆媳妇有诸多不满。他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没关系啦，但转头就跟亲戚朋友说我粗俗。小颖委屈地说，我只是性格直爽啊，有什么问题直说不好吗？矛盾不断积累，小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。她在台湾没有亲人朋友，语言虽然相通，但口音和用词习惯的差异也让她感到隔阂。她开始频繁地和大陆的朋友视频聊天，在社交媒体上吐槽台湾生活的种种不如意。台湾根本没有想象中那么发达，大家都被表象骗了。她在朋友圈这样写道。这些言论被阿强发现后，两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你根本不了解台湾，台湾的发展不是靠高楼大厦和奢侈品来衡量的，我们注重生活品质和社会公平。阿强愤怒地说，什么生活品质？就是穷还非要装清高。小颖不甘示弱，争吵后，小颖收拾行李回了长沙，两人的婚姻似乎走到了尽头。回到长沙后，小颖一开始还在各种场合抱怨台湾生活如何不如意，阿强一家如何装清高，但随着时间推移，她开始冷静下来，也有了新的认识。丽姐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台湾的发展是另一种模式，他们不追求表面的光鲜亮丽，而是注重内在的充实和环境的可持续性。小颖在与我的深夜长谈中说道，是的，台湾虽然在 GDP 总量上不及大陆一线城市，但在人均收入、社会福利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却有着不俗的表现。
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全民覆盖，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均衡，社会安全网较为完善，这些都是小颖当初没有注意到的。在台湾生活的日子里，小颖其实也享受到了这些福利，只是当时她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物质条件上。台湾的空气质量、食品安全标准、公共设施的便利性，这些都是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却容易被忽视。我在台湾生病那次，去医院看病真的很方便，费用也不高。小颖回忆道，而且他们那边的食品安全标准确实很严格，不像我们这边总有各种食品安全丑闻。随着时间推移，小颖渐渐意识到自己对阿强的误解。她原以为阿强家境不好，所以生活节俭，但后来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，阿强其实家底殷实，只是秉承了台湾人勤俭持家的传统美德。你知道吗，丽姐，阿强他们家在台北其实有2套房产，只是他从不炫耀。他爸妈把钱都用在子女教育和家庭保障上，而不是买名牌和豪车。小颖语气中透露着懊悔，而此时的阿强也在反思2人婚姻中的问题。他意识到自己没有给小颖足够的适应期，也没有耐心解释台湾与大陆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。小颖性格直爽，说话有时候刀子嘴豆腐心，但她绝对不是那种物质女孩。阿强对他的好友说，是我没处理好两岸文化的碰撞。大约半年后，阿强主动联系了小颖，2人开始频繁通话，互相敞开心扉，分享各自的感受和想法。阿强也来长沙看了小颖，被这座城市的活力和美食所吸引。原来湖南人的性格就是这样直爽热情啊，难怪小颖会觉得我们台湾人太假客气。阿强笑着说，小颖也有了新的认识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台湾人的含蓄和礼貌不是虚伪，而是他们文化的一部分，就像我们湖南人的直率一样，都有各自的文化根源。在双方都有了更深理解的基础上，2人决定重新开始。这次小颖带着全新的态度回到了台湾，我不要求你跪着求复合，但至少要拿出诚意来。阿强开玩笑说，谁说我不拿出诚意了，我可是带了1箱臭豆腐和麻辣小零食来讨好你全家。小颖反击道，但玩笑归玩笑，小颖确实在内心深处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感到愧疚。她甚至主动向阿强的父母道歉，表示自己要学习台湾的好习惯。阿姨，对不起，我之前不懂事，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我现在明白了，节俭不是穷，而是一种智慧。小颖真诚地说。阿强的母亲被她的诚意打动，拉着她的手说，傻孩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计较这些，以后慢慢适应就好。重新开始的生活中，小颖主动学习台湾的生活方式。她发现，台湾人的节俭不是不舍得花钱，而是有选择的花钱。他们愿意为优质的教育、健康的食品、环保的产品付出较高的价格，但对于纯粹的奢侈品和面子消费则相对克制。台湾人真的很舍得在食物上花钱。小颖惊讶地发现，阿强一家虽然日常节俭，但在饮食上却非常讲究。他们宁可多花钱买有机蔬菜，也不愿意贪图便宜买不安全的食品。阿强也开始尊重和理解小颖的文化背景，他明白湖南人天性热情奔放，表达方式直接，这不是粗鲁，而是文化差异。他甚至开始学习一些湖南话，逗得小颖开怀大笑。你说的什么鬼东西啊？这哪里是湖南话，简直是外星语。小颖笑得前仰后合。阿强的父母也开始接纳这个来自大陆的媳妇，他们发现小颖虽然直率，但心地善良，而且勤劳能干。小颖擅长湘菜，每次做饭都让全家人赞不绝口。小颖做的剁椒鱼头真是绝了，比外面餐厅的还好吃。阿强的父亲竖起大拇指，同时小颖也逐渐理解了台湾社会的发展模式。台湾虽然面积不大，自然资源有限，但通过发展科技、教育和服务业，创造了相当高的人均 GDP 和生活水平。台湾的民主制度、社会福利、医疗保险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优势。我越来越喜欢这种悠闲又有秩序的生活节奏了。小颖对我说，在台湾，人们不会因为你开什么车、住什么房子就对你另眼相看，他们更在意你是什么样的人。阿强也努力创造条件，
让小颖能够更好地融入台湾社会。他带她参加各种社区活动，介绍朋友给她认识，甚至帮她联系了一份工作，让她能够发挥自己的专长。我发现台湾人真的很尊重女性。小颖惊喜地告诉我，在职场上，女性和男性有着平等的机会，而且台湾男人普遍会分担家务，不像我们那边还有很多大男子主义。1年后的今天，当我再次和小颖视频聊天时，她已经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了。她不仅适应了台湾的生活，还爱上了这种节奏。她和阿强的感情也更加稳固，两人正计划要个孩子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早上都跟着小区的阿姨们去练太极拳。小颖笑着告诉我，以前在长沙，我觉得那是老年人才做的事，现在发现这简直是养生神器啊。小颖最大的改变是消费观念，她告诉我，她现在已经不再盲目追求名牌，而是更注重产品的品质和环保属性。台湾这边二手市场很发达，很多人不会因为用二手物品而感到丢脸。我现在的书桌就是从二手市场淘来的，比新的还结实呢。小颖不无自豪地说，在台湾，惜物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，人们不会因为东西旧了或者过时了就丢弃，而是尽可能的修复和再利用。这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让小颖重新思考了富裕的定义。真正的富裕不是拥有很多东西，而是拥有高品质的生活和内心的满足感。小颖感慨道。小颖还发现，台湾社会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。阿强一家虽然日常节俭，但在孩子的教育上从不吝啬。阿强的侄子从小学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英语，每年暑假还会参加海外游学。我以前只看到表面的节俭，没看到他们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的投入。小颖说，现在我明白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会过日子。在了解了台湾的教育理念后，小颖和阿强已经开始为未来的孩子规划。他们打算让孩子既了解大陆的历史文化，又能接受台湾的教育方式，两岸各有优势。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兼收并蓄。小颖说，不仅如此，小颖还主动担任起了民间大使的角色，向大陆的亲友介绍真实的台湾。她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台湾的日常生活、美食文化和社会现象，试图打破两岸民众之间的刻板印象。很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偶像剧里，要么觉得台湾很落后，要么觉得台湾人都很有钱，其实都不准确。小颖说，台湾确实在某些方面比不上大陆的发展速度，但在生活品质、社会福利、环境保护等方面有着自己的优势。阿强也成了小颖的帮手，他经常和小颖一起录制视频，向网友们展示两岸文化的异同。他们的视频获得了不少关注，也促进了两岸民众的相互了解。我们不想讨论政治，只想分享普通人的生活。阿强说，政治问题很复杂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真实的。当然，小颖和阿强的婚姻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，两人偶尔还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摩擦，但他们学会了用更包容的方式处理这些问题。大陆和台湾虽然同文同种，但几十年的分隔确实造成了很多差异，这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，而是需要相互理解和尊重。小颖对我说，阿强也有了新的认识，以前我总觉得小颖太直接，现在我反而喜欢上了她的直率，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楚，比憋在心里好多了。作为一名从事婚恋服务多年的工作者，我见证了太多两岸婚姻的起起落落，有些人因为无法跨越文化鸿沟而分道扬镳，也有些人像小颖和阿强这样，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，建立了更加牢固的感情。我想说的是，两岸婚姻确实面临着特殊的挑战，但这些挑战并非不可克服，关键在于双方是否愿意敞开心扉，真诚沟通，相互尊重对方的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。丽姐，我现在特别感谢当初的那场冲突。小颖在最近的一次聊天中告诉我，如果没有经历那次分开，我可能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台湾，也不会有现在的幸福。是啊，有时候看似的危机恰恰是转机。小颖和阿强的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婚姻中的文化差异既是挑战，也是机遇。当我们能够跳出自己的文化视角，以更开放的心态去看待对方时，我们不仅能够获得更和谐的关系，还能够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维方式。台湾不穷，
只是富裕的方式不同。这是小颖现在常说的一句话。在她看来，台湾的富裕体现在优质的公共服务、完善的社会保障、良好的环境质量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上。这些或许不如 GDP 增长那么引人注目，但却是实实在在影响人们生活品质的因素。对于那些正在考虑或已经步入两岸婚姻的朋友们，小颖和阿强的故事或许能给你们一些启发。婚姻本就是一场跨越个体差异的旅程，而两岸婚姻则是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差异。但只要双方都愿意尊重、理解和包容，这些差异不仅不会成为障碍，反而能成为婚姻生活中的一抹亮色。最后，我想对所有正在经历或即将经历两岸婚姻的朋友们说，不要害怕差异，因为正是这些差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愿你们都能像小颖和阿强一样，在跨越文化鸿沟的过程中，发现爱情更深刻的意义。这就是今天的故事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。我是丽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